周总，周总您好，你是？我是程璐，你好。程璐，你好，你今天有预约吗？我今天没来得及预约，抱歉啊。那个，我今天来找您是听说你们盘古影视正在征集刑侦题材的剧本，我的稻田谋杀案改编的电影策划案，想请您看一看。我的大纲已经完成了，如果您看完策划案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把大纲也发给您看。这个故事是根据我爸爸的真实案件改编的。我爸是个警察，他以前在刑侦大队工作。后来他去世以后，我就打算把它写成小说。你的这个初心呢，挺好的，但不好意思，我们公司的征集活动早就已经结束了。哎，你也可以连我的小说一块看一下。不好意思，因为我一会儿还有一个会。你有空的时候再看吧。陈小姐，我直话跟你说了吧，我们公司呢马上就要开拍一部刑侦题材的影片，那所以下次有机会再合作，好吗？天雷姐，迅捷的案子都在这儿了。可是想说什么就说。外面都在传这个案子是 K.O. 稳的，我们这样明目张胆的跟他抢，会不会把他给得罪了？你要是有所担心的话呢，你可以去人事部申请调离岗位。天雷姐，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担心你。我就是不接迅捷的案子，你觉得现在凯文眼里还容得下我吗？我现在唯一的道路就是好好把这个官司给打赢。但我听说这个案子难度非常的大，迅捷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美方控告迅捷销售的汽油机涉嫌侵犯了他们的商品外观。那美方提出什么赔偿要求？3倍销售额的赔偿金，以及禁止迅捷的产品在美国销售的永久禁令。这个也太夸张了吧！所以啊，于公于私，都值得我放手一搏。来，帮我喝杯热茶，谢谢。好。这卷卷，你是不是有病啊？不就是一张喜帖吗？你至于吗？至于拿店里的鸡蛋撒气吗？你给我留几个，小本经营，小本经营，你要亏死我们呀！你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好不好？你这抬头纹影响我思考，我要没想明白，我就得煎一晚上。
我走还不行吗？哎，你等等，鸡蛋你不让我煎，你把那边的牛排递过来让我煎一煎。那你还是煎鸡蛋吧。啊，对了，你的晚餐。什么？你要胆固醇齁死我啊！还有呢？我实在吃不下了。我想明白了，鸡蛋从外部打破是食物，从内部打破才是成长。而我自己的壳，需要我自己去面对，去打破。否则的话，我将困在里面，永远都出不来。妹妹啊，想明白就好啊。但是你刚刚说的，我真的没听懂啊。他婚礼是几点钟？你真的要去啊？好了，然后呢？然后少许橄榄油拌匀，腌制就没了。少许。干嘛呢？给牛肉做按摩呢，马杀鸡。我的天哪，你也太敬业了！天天在美容院里还做不完呢，还回到家继续按摩。你懂什么呀？按摩过的牛肉吃起来才有劲道呢。对了，露露还给带了彩趣小小玉汤圆。停！今天的主要任务是帮助露露把李卫浩给拿下，不是美式评比。什么叫拿下李卫浩？多难听啊！诱捕行了吧？那还不如拿下呢。哎，你们俩小点声行不行？王大伟还在那儿呢，别让他听见了。几点了？怎么还不到这个李卫浩？他不会不来了吧？别，今天的聚会是为他办的，我们可不能没有男主角啊！给他打电话。哎，别打电话，女孩要学会沉着冷静，然后你要矜持，要等待。打住！你这种候鸟理论根本不成立，所以你至今没有男朋友，知道吗？那为什么你现在还没有男朋友呢？喂，你要干嘛？同样一把刀，你想的是做饭，我想的是作战，去获取更多我想要的东西，这就是我跟你的区别。太可怕了，这个女人。我去啊！当然你去啊！我这身还行吧 ，perfect， 美翻了。去吧。沉着冷静，不要慌张。你这话怎么听这么耳熟呢？逃生最重要的第一要点，快去！你是真慢。路上耽搁了 ，Hello， 王大伟，装美队呢你？没事，我们还没开始呢。哦，你把包给我吧。没事就不欢迎。哇，这房子漂亮吧？太气派了吧！羡慕死了，好漂亮。为了谢罪呢，买了一瓶红酒，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多 gentleman 呢？哎，你想喝什么？我给你倒。都行啊。白水。成。嗨，你还记得我吗？你是？诗雅？我这女大十八变，这太漂亮了！我最后一次见你是这么高，这么高啊，这么高。你倒是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个木头哥哥。我是木头哥哥。啊，他说的。我是木头哥哥。对啊，你不是木头哥哥吗？好了，人已经到齐了，我们准备开餐吧。我布置一下啊，诗雅你负责穿那个肉串，大伟你负责看好炉子啊。你们两位呢负责把酒水什么的挪过去。哎，那你负责什么？我负责吃啊。我提供了场地，我有特权呢。合着你就带着一张嘴来的？干活喽！我可以拿酒啊。我来。我感觉我这火有点太大了。全靠你了啊！哇，啥时候能吃呀？快了！汤圆来啦！哇！哎呀，我知道田雷你肯定是不吃了。不用管我。放这儿吧。
还是跟同学在一起好，特别放松，开心死了。给王大伟。大伟，我不要，不吃啊？不吃，我吃。小小的园子多可爱，肯定很好吃。好吃，开心死了。那以后我们就多聚聚呗。对呀，多聚聚。你不要浪费我的酒好吗？不是田雷，你放这首歌直接暴露年龄，真的。隔壁邻居一听就知道咱们这是中老年人聚会。乱讲，我们是一帮年轻人的老友聚会好吗？别干喝酒了，玩个游戏吧。那个 Ever and Never 会玩吧？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大学的同学。有吗？你呢？没有吧？我也没有。好好好，我有。你喜欢谁啊？
上大学的时候，你们就互相的喜欢，现在你们两个又都单身，要我说就坐一块儿好好商量一下，你们俩就配个对儿，多好。慢点慢点真行。你先把门打开。我知道。来，没事，没事，来，来，别磕头啊，来。小心小心。哎呀，包了，哎呀。靠那儿睡吧你。师傅麻烦等一下，好吗？对不起啊。你对不起什么呀？明明是我的问题，我太笨了。哦，我说的不是这个事儿，我说的是你跟刘峰的事儿。之前我误会了啊，不好意思。我这人嘴也挺笨的，也不是。所以呢，就弄了一份这海报给你。撒娇女娃。对啊。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啊？因为前2天看你的朋友圈，我看你刷这个话剧的相关信息来着，所以今天就弄了一张给你，希望你能喜欢。所以你今天来晚了，是特意去排队的？那要不然呢？我非常喜欢，不仅仅是这张海报，是因为是你送的。好。好了，那下次见啊。慢点。拜拜。差不多了，我觉得时间。生意兴隆，咱们一起发财。好的，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好，好，那来吧，来吧，来吧。谢谢。是呀，开业大吉！恭喜恭喜恭喜啊！哎，你别闹啊，市区里不能放炮竹。哦，是这我知道，我特意买过来给你挂在门口当喜庆用的。啊，好，谢谢啊。我还有一个惊喜给你呢，准备好了吗？1、2、3，走！蹭啪啪蹭蹭啪啪蹭蹭蹭蹭蹭蹭啪啪啪啪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砰。你是认真的吗？当然了，怎么样，好玩吧？太幼稚了吧！我还有呢，来1、2、3，走！祝丁老板生意兴隆，开业大吉！谢谢谢谢谢谢，来吧，来吧来吧。欢迎大家过来光临啊！哇塞，你吃个早餐不用这么夸张吧？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咱们的访谈今天就不做了。这是好消息吗？你为什么不早说啊？你知道对一个编剧最难过的是什么？早起。我回去睡回笼觉去了。哎，来都来了，吃了再走吧。哎，行吧，给你个面子。这些都是你做的啊？可以呀。有个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啊。明天能不能麻烦你陪我参加一下我前妻的婚礼？这不太合适吧？啊，本来呢，徐有道说陪我去，但是店里事儿太多，他走不开。不是，那你就一个人去呗。那不行，这种事儿我怎么能单独去呢？这怎么不能啊？你不会是怕见到你前妻的老公吧？原来魏大师也有害怕的时候啊！不是，
你身边就没别人了吗？为什么非得是我呀？你不知道，这一个人在寻求帮助的时候，绝不能对一堆人说自己需要帮助，一定要短时间内迅速锁定一个可能帮助自己的人。这就是著名的责任分摊原则。因为我寻求帮助这个需求知道的人越多，其实我获得帮助的几率就越小。那你为什么觉得我就是可能帮助你的那个对象呢？因为这1个月以来，我对你的帮助最大呀。从这个人情交往的角度来说，你也应该帮助我啊。如果你还是一个良心未泯这样一个正常的人。可是在你眼里，我不就是一个爱情事业双失败的 loser 吗？没有，其实你这个人优点还是挺多的。比如说呢？你到底帮不帮我啊？我可没见过求别人还求得这么理直气壮的。你就非得让我奉承你几句是吧？行，你这个人吧，虽然平时看起来有些盲目自信，但你确实是一个优秀的拖延大师、外卖品鉴师和回笼觉艺术家。哎，行了，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的嘴里也吐不出象牙来呀。还想不想让我帮你了？想。哎，多喝点啊，来。还有一个事儿，你会开车吗？我不会，但是我有车。你有车？啊，你有车？是。你不会？是我前妻留下来的，经常都是她开。我觉得咱们就开这个车去，比较应景。你的这个结婚纪念品可够高级的。1份海鲜意面，1份烤博色拉。小姐，不好意思，色拉已经没有了，您要不要换一个？没了。那我再想想吧。好，谢谢。谢谢。以后记得早点来。你的老板要是吃不了他想吃的草，你可就麻烦了。谢谢徐律师。吃个午餐，也不忘打探情报啊。安娜，你刚入行，我得告诉你，哪怕在一间公司，对于同事也得提防。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口蜜腹剑的小人。姐，我要不先上个厕所？刚帮你拿到万家的案子，你就这么对我，指桑骂槐的，是不是太绝情了？帮我吗？你不就是想少一个竞争对手来争迅捷吗？别这么说，谁不想有一个出名的机会啊？这案子要是我拿到的话，那我们才是双赢。你别太小气了。那你可得抱紧凯文的大腿。不过话说回来，这案子不一定打得赢，不过做人狗腿倒是一流。你这个不适合你，静心口服液倒是很适合你。对于训诫的应诉方向，我提议驳回原告所有指控。徐律师啊，你太冲动了。跨国知识产权案需要漫长的诉讼期跟巨额的诉讼费，我们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赢面非常小。庭外和解就是最好的选择。我相信你们大部分人都觉得这个案子没有胜算，我可以理解。但是因为过去我们的企业对美国的法律不了解，所以只能选择妥协，而这正中了美国企业的下怀。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拖上谈判桌，接受庭外和解。那我们的企业在海外就只能是被欺负的局面。我们应该尝试着打破这个局面。我也赞成庭外和解，因为这一次原告方的辩护团队是美国著名的威尔玛律师事务所，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打这一类的诉讼案。如果硬碰硬的话，那我们肯定特别的被动。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对手，就放弃诉讼案的掌控权。美国法律讲究的是证据至上，我们应诉的切入点在哪里啊？对，切入点在哪儿？第一，迅捷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原告的外观专利已经过期。第二，
原告所指出的14个商业外观特点，都具有明显的功能性，并不具备商业外观构成的条件。第三，他们无法举证出消费者混淆的事实，所以所谓的商业外观侵权根本就不存在。你这能有多少胜算？太冒险了。6成，但这已经值得我们放手一搏了。7成。我同意徐律师的意见。迅捷的管理层和相关部门的领导也很希望我们打赢这场官司，为中国在海外的企业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树立榜样。如果每一场官司都胜败已定的话，那我想问一下大家，要我们律师这个职业干什么？所以我决定应诉。开始表决，同意应诉的举手。好，全票通过。哎，徐律师。哎，凯文。哎，坐。想到什么新的案件切入点了吗？啊，还没有。我只是来感谢你刚才在会议上支持我。我记得你之前一直支持庭外和解的，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你说服我了。而且我觉得，你我合作打这场官司，赢面比任何人都要高。我也想有机会要跟你合作，但是冯总一直没有决定这个案子交给谁来负责。你觉得还有人比我更有资格吗？冯总一向的做事风格，就是激发所有合伙人的斗志。但我觉得，内耗是最大的隐患。徐律师，在这间律所，甚至整个行业，多一个朋友，总好过多一个敌人，对吧？凯文，我们没有什么利益冲突吧？现在没有，不代表将来没有。你呢，有很好的海外工作经验，而我有良好的客户资源。如果我们能达成合作共识，我相信以你的能力，很快就会在国内市场扬名。我希望，这是我们合作的开始。我这个人不喜欢拿投名状，不过你说的我会考虑。那我先走了。我非常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我已经傻愣在这半个小时了，还穿着高跟鞋呢。你要是实在不想进去，那咱们就走。啊，其实我就是在想，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就领了个证儿。他说不喜欢办婚礼，嫌麻烦。可是你说这现在这是怎么回事啊？哪有女人不喜欢穿婚纱走红毯的？哎，开始了，咱进去吧。我们拿点喝的吧。不管怎么样，你俩之前肯定都有美好的回忆。他现在找到新的归宿，你应该为他开心。说的容易，你又没结过婚。但是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白头到老，有的人适合陪伴，有的人适合在一起生活，还有的人值得怀念。
各位亲朋好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婚礼的主持人。婚礼即将开始，请各位尽快入座。有请新郎新娘入场。你们当初为什么会分开啊？我也不知道。他跟我提出分手的时候，我就到现在一直在找答案，我也没找着。新郎新娘交换戒指。可能这个男人就是答案吧。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特别难过，但事已至此，你也只能潇洒一点了。哎，你说他找我干嘛来啊？他是不是就想让我看到这一幕？那你为什么要来？是不是你也想看到这一幕？我也说不清楚。你说在别人的情感问题上吧，我表现得特别的专业、冷静、清醒，唯独自己遇到这种事儿，跟个白痴似的。别自责，别自责，我也这样的。当初他放下一纸协议，头都不回就走了，我到现在都没缓过劲儿来。不过今天看到这一幕，我觉得我确实应该把这段感情给放下。首先，我非常感谢诸位，在百忙之中能抽出你们宝贵的时间，来参加我和慧慧的婚礼。在座的诸位也都是我们两个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所以，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在这里起誓，我会一辈子一心一意地对待身边这个女人，不管贫穷、疾病，都会一路陪她走下去。再次感谢大家，谢谢。欢迎你们来参加我的婚礼。你好，我叫吴慧。啊，你好，我叫陈露。恭喜！我上个洗手间。其实我是来找你的。找我？程小姐，我能感觉得到，你是个好人。以后，魏叔就拜托给你了，希望你好好照顾他。我衷心的祝福你们。哎，不是，你误会了，我跟魏叔就是朋友。只要他过得好，我心里的那块大石头就能放下了。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跟他当面讲这些话。魏叔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帮了我很多，我对他始终都是仰视的目光。他更像是一个人生的指导者，不像一个爱人。他总是习惯公式化的去表达情感，这些也是到后来我才渐渐明白的。这不是我想要的婚姻，所以，不管怎样，我希望他能找到一个像你这样合适的女孩。我衷心的祝福你们。今天你结婚，我先祝福你吧。祝你跟你先生白头偕老，百年好合。那我先去了。老样子。好嘞。这个装修跟你一样怀旧啊。哎，你们心理学上对处于你这种沉溺于过去的人都怎么称呼啊？好喝吗？喝习惯了。
别总怀念过去，你尝试点新的，你会发现比这个好喝的多了去了。敢不敢和我比一比？我说第几页，你说第几杯，敢吗？服务员。今天谢谢啊，谢谢。其实我也好久没喝这么开心了。关键还有人买单。送你一句金句良言作为回礼吧。人生呢，就像一杯鸡尾酒，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口是什么味儿，所以你要对生活充满希望。有道理。哎，你说的这怎么那么像电影的台词啊？电影不就是生活的精酿吗？还真是。这个礼我收下了。我跟你说啊，我今天见了他以后，我彻底明白了。就好比这个汽水，他可能一直喜欢的呢是橘子味的汽水，而我喜欢的是苹果味的。我就一直给他我喜欢的东西，却忽略了他的感受。你说像我们俩这种感情，能长久得了才怪。你能想通就好。那你是不是也应该找一个喜欢喝苹果味汽水的人在一起啊？干杯！干杯！起诉这个问题，他们14楼都解决不了，咱们13楼肯定解决不了的。田雷姐，什么情况？这边 ，Kelvin 那边的起诉方案被压下来了。是不是今天早上威尔玛事务所在美国密西西比州那个跨国侵权案有关？他们情况倒跟迅捷的很像。对，
上面什么意思？上面老板一直在骂，应该是要庭外和解。雪峰那边呢？他应该是进了 Kevin 团队，而且这次的主导应该就是他。OK， 好，我们的机会来了，这样把威尔玛这个案子的所有的资料都给我拿过来，越详细越好。天雷姐，14楼的律师都已经……他们不衰。你今晚又加班啊？田大律师，你最近未免也太沉迷于工作了吧？行，那你就让我一个人在家发霉吧。喂，诗雅，我今天想来你店里做个美容。你店里现在生意这么好，还得预约啊？我跟你的关系也得预约吗？行吧，那就改天吧。乔巴，现在我只有你了。喂，你好。喂，你好，请问一下是程璐小姐吗？不是，但我不买房，不要保险，也不缺钱。我是周制片的助理，你能不能把你的剧本大纲发我一份啊？哎呦，诗雅，这怎么了？昨天打球不小心把脖子给扭了，给我疼的，我动都不敢动了。都是用头打的球啊？现在医生跟我说，是能靠推拿跟按摩来缓解我的疼痛。第一个我就想到你，快救救我！医生给你带的？嗯。这2笔加在一起是这个数吗？哎，你们有没有点关怀跟爱心啊？我都这样了，你怎么都不看看我呀？大哥，你可以去考少系，要不去精神科看看。你什么意思啊？你脖子戴反了，骗人之前可以百度一下。你看，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吧？你庸医。周老板，我们今天真的挺忙的，没有时间陪你玩。行，那咱不玩，我也不搞特殊了，我正常消费。来，你给我开一个那个最贵的套餐，必须得是老板亲自服务的那种。来，妹妹，安排。他亲自服务的那种。周老板，你楼上 VIP 请。带路。好的，走。周先生，请你全身放松，闭上眼睛。好，现在我给你放松手臂了。心花园想你了，想你今夜在耳边。开始。你干嘛了？脱毛啊！你不是要最贵的套餐吗？哦，冰敷一下，可以镇痛，还可以收缩毛孔，让你的皮肤变得更加光滑。哦，你也太娇气了吧！人家女孩都没有你这么大的反应。
行吧，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啊，休息一下。你别走啊！哎，你看我这一个腿现在有毛，一个腿现在没毛，这怎么弄啊？不好意思，周先生，我们这儿只负责脱毛，不负责植发。行。你把这个给我弄了吧。你确定？来呀！来呀！我开始了啊！轻点儿。哇，这条腿也能变得光滑了呢。轻点啊！1、2、3。不好意思啊，你是程璐老师？你认识我？今天周制片让我见一位大编剧，我上网查过，应该就是你没错了。你是？我叫小哈，我是周制片的助理。那以后请你多指教。一块上去吧。我拿个滑板啊。你的这个大纲呢，我看了，虽然结尾部分处理的比较仓促，但是整体上面我还是很满意的。我们公司现在决定投拍你的电影，所以，这是合同书，你看一下。你的价格我在市场上面已经考量过了，所以稿酬我们是按照你的上一部电影的价格，在上面又加了20%。写作周期完全是以你为主的。当然了，我作为制片方，我肯定是希望越快越好。最理想的呢，我们希望在明年下半年可以开机。不过，这一切肯定是要在剧本够优质的前提下。这个您放心。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对你的大纲感兴趣吗？因为我写得好啊。是写得好，但是不够好。你的现在这个大纲，如果要改成剧本的话，其实还是要费一大部分功夫的。主要是因为你的坚持，当然了，你耍了点小聪明，用了点小手段，但是可以让我看得到你的决心。能够给自己创造机会的人，也一定会珍惜这个机会的。其实不瞒你说，华梦奖的欢迎派对我也在现场，那件事情到现在都是有很多人在议论的。毕竟，金旗影业在上海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所以这次跟你合作，我也是冒着很大的压力。我明白。但是我就是觉得我做了一个自己认为正确的决定。知道对付那些流言蜚语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吗？跟我合作，绝地反击。我相信你可以写出比《银河咖啡馆》更好的剧本。谢谢周总，我一定会写好的。因为现在观众口味越来越挑剔，那这一点方面，作为编剧，你怎么考虑的？这个方面我会做一些研究。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是社会心理学的专家，他之前也研究过犯罪心理学，我想请他一起帮忙。安心写剧本。如果你需要用会议室的话，我们公司有监控的，你可以随时用。合同书你带回去好好的看一下，有任何细节问题，你可以直接跟我的助理小哈接洽。好，你千万不要忘了，当时你跟我说过，你是为了你爸爸才写的稻田，这是你的初心，它也会是你的动力。好，下周一来开会，合作愉快。谢谢周总。工作是做不完的。哎，尝尝新菜，新买了个钻石锅，看看会不会有 buff 加成。好，那就喝一杯我托朋友从台湾带来的冻顶乌龙啊！来，哎。
看你这个憔悴样，又怎么了？是不是又在想你前妻啊？哎，有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兄弟开心开心。我呀，昨天喝多了，现在还没缓过来。哎，我听一个外国名人说过，你知道人为什么会离婚吗？离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结婚。这就是你不结婚的理由啊？哼，听说过有一个词儿叫幸存者偏差吗？所有的已婚人士都觉得自己可以侥幸在婚姻的战场上活下来，却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适合结婚。我就不一样了，我不适合结婚，所以我压根儿不考虑这事儿。我说你今天怎么了？脑袋让门给挤了？怎么说的话都跟那个公众号的毒鸡汤似的？你干点正事儿，别老说这些有的没的啊！我这不是特意背着几句来安慰你吗？感情方面呢，我已经想通了，遗憾肯定是有，但现在我最烦心的呢，如何给自己找个好归宿。我去，这么长的征婚启事啊！这是我一个新的实验，我现在啊就缺这个女主角了。是什么女主角？别说那么高级，不就是个小白鼠吗？魏娟娟，我一直想问啊，你那些什么理论啊、实验啊，有人信吗？啊？哥白尼被烧死的时候，围观的人也是这么说的。看，信我的人来了吧？露露来的正好，尝尝我托朋友从台湾带的洞顶乌龙啊！谢谢啊。哎，我的小说有人肯投拍了。真的，那恭喜你啊！不过我得警告你啊，你不能因此就请假挤占我的调研时间。我倒没想那么远，我就是想问问你，上次答应做我剧本顾问的事还算话吗？你还真是提醒我了，我要真签了新的制作公司，工作会比现在忙得多。哎，程璐，做人不能太得寸进尺啊。剧本顾问的事可以考虑，但请假的事没得商量。你要写剧本，那我还得写论文呢。哎，别理他，这个人就是个心理变态，自己没有感情生活，就想所有人都陪着他单身。放心吧，魏老师，就我现在这个样子，谁肯跟我谈啊？啊？那李培浩呢？你放弃了？情书的事情呢，总算是解释清楚了。我觉得我跟他还是有希望的。但是你前几天正处于人生低谷呢，我就没告诉你。我们前几天晚上大家一块吃了个 barbecue， 但是人太多了，我也没好意思说。你看你这人，没有拐棍就不会走路了。我白着给你支那么多招了，你怎么关键时刻就掉链子呢？哎，不对啊，她没有男朋友，你应该开心呀，要不然你论文怎么写？你是哪波的？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么卑鄙的小人吗？我是搞科学调研，是为了大部分人的幸福，那也不能因此让小部分人失去幸福啊。哦，那你打算怎么办？你看过一部电影叫《我家买个动物园》吗？看没看过电影跟这事有啥关系啊？20秒的疯狂勇气可以改变你的人生。爱情就是4个字：智勇双全。我再送你一堂课，教你什么叫做勇气，就怕你不敢来。谁怕谁啊？行，我到时候把时间地点发给你。嗯，剧本顾问的事儿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哎，怎么这么苦啊？这个茶不是这样子喝的啦，茶也不是这么沏的。现在我来介绍一下游戏规则，在场一共50人，男女各半。每个人后背会被贴上一张数字标签，每个人背后的数字都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到别人的数字，但不知道自己的数字是多少。开始，给你们3分钟时间选择一个异性，选中了就把彼此手里的红绳打结，双方数字相加起来最高的将获得比赛奖金。
30秒。哎，你好。哎，你好。很高兴认识你。我还想再看一下。谢谢。1分钟。抓紧啊！还有最后1分钟。一定拉出来！你看，哎，对，拿上。你让我还有最后30。搭档了。5、好，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今天我们这个试验呢，真正的主题就是恋爱心理学实验。相信在实验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在猜测最高分值是多少，以及自己是多少分值。下面我们就隆重的公布最大分值的这位，就是来，请起立，到这儿来。100分。对，大家猜猜，最高分值的这位100分，他的配对是多少分？90分。还有吗？70分。我来公布一下答案，30分。马丁。有意思，事情就来了，分值最高的100分居然配到了30分，他们之间分差竟然有70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这位女生她错误地运用了五盘吸售的策略。她被众多的追求者冲昏了头脑，而且她并不知道自己就是最高分的那一位，一直期盼着找到一位分值更高的男生。当大家配对快结束的时候，这位女士开始发慌了，就临时找了一个分数比较低的男生。当然，她之前跟她接触过的那个91分的高分男生，她又尝试着去搭讪了，但是这会儿人家已经找到自己的配对对象。你好，我已经找到更合适的搭档了。让他放弃女伴，重新跟他搭配，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且人家2个人多少有了些感情，犯不着为了这点奖品去重新换人。最后，这位高分女生迫于无奈，只能随便找了一个人，也好过游戏失败，更容易让人接受。这个实验最终告诉我们，爱情作为一种时代命运，从根本上是有时机性的，而无法掌握这个时机的人，最终也变成了选择性很小的人。怎么了？你看你还生气了，高分女生啊！你今天来这儿故意就是让我难堪的是吧？我费那么大劲就为让你难堪，我犯得着吗？哎，
把我当成你实验课题的小白鼠，你很有成就感是吧？我就是想让你明白，在感情方面，你再拖延也不会得到好的结果的。那狗熊掰棒子的事谁不知道？你才是狗熊呢。帕累托改进听说过吗？有话直说。在经济学上呢，所谓的帕累托这个概念特别适合套用在这个感情问题上。简而言之，就是说，好的感情可以让双方变得更好，而不是相互拖累。你呢，现在已经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对你来说是好事儿。我怎么没看出来哪儿好啊？那我问你，你大老远来是干什么？给你做实验，然后你当我的剧本顾问。难道不是为了李维浩吗？被你气得我都忘记重点了。我是用心良苦，有机会你让他来上上我的课吧。你得了吧，他才没空呢。那你有空啊？我费这么大劲，你不请我吃个饭？别做梦了，我下午还有事儿呢。你今天让我这么难堪，剧本顾问的事儿我就当你答应了啊。王太太，啊，哎，我的车停好了吗？停好了，停好了，放心，把王太太带到 VIP 室啊。钥匙保管好了啊。姐，这王太太有点过分，车还让你去停。顾客是上帝，我们本来卖的就是服务嘛。那这上帝什么来头呀？是艾米介绍的，他们有个太太团，经常一起去做美容。如果能搭上这条线，那我们美容院的资金问题就有所缓解了。我听说这个王太太很难搞的，你们要打起120分的精神来啊！放心吧，她的 VIP 室已经按你的吩咐都准备好了。对了，把那个茶水准备好，还有花仙子汤圆也准备一下。我等我亲自送过去。你怎么手脚这么不温柔的？都弄疼我了呀！我跟你说，我这个鼻子老贵了。这要是弄坏了，我都好意思叫你赔吗？你一个月才赚多少钱？你说是不啦？这真是的你算了，你不要跟我做了。对不起，王太太实在不好意思，我们美容师经验不足，还请您多体谅。这样，我给你换一个，先喝口茶消消火。好吧，喝点茶消消火吧，真是。哟，我不喝超市货的，我平时连这种花茶都不喝的。绿茶我只喝黄山的新茶，红茶我只喝福建的老茶。算了，我品一品啦，不吃了。好，您说的我都记下了，下次来我给您准备好吗？真是。哎，你是不是就是刚才那个店长呀？是的，你有什么要求可以跟我说。哦哟，那就你来跟我做护理嘛。我跟你说，其他几个小姑娘才讲都讲到啊。你来，我躺下了啊。好的。哎呀，这个手法舒服。哎呀，小姑娘，我跟你讲哦，要不是你们店离我家近，对吧？又是艾米推荐，我自己呢是不会找到这里来的。外面好几家美容店，我天天打电话给我，求着我去呢。像王太太这样的，肯定是走到哪儿都是很抢手的。所以我到这边来呢，就是图你们一个服务，对吧？那么图宾至如归，满面春风。哎呦，没想到那个小姑娘真不说了，好。王太太，您要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有什么不满意的，您都可以跟我说，我会尽快改进的。没什么，都挺好的。就是你们那个香薰啊，也太刺鼻了吧！我刚才连续打了好几个喷嚏，能晓得吧？空调的温度啊，绝对不能这么低。你空调太低了吧，怕寒气进去了，要着凉的呀。OK， 是我们疏忽了，我们下次注意。这个灯带吧，太刺眼了，这么刺眼的灯光，找不到那种安宁感吧，不舒服的哦。好像是有点亮哈。你们那个美容仪吧，太老款了，人家新款都上市半年了，你们还在用旧的。不过呢，毕竟也是在国内啊，条件没这么好，不是在国外，算了，这不讲究了。
您说的这些我都会记下来，仪器我也会尽快的去更新，好吧？哎呦，你的手法蛮舒服的。哎，美手，精华素吧？对的。我跟你说，我们这种年龄的人特别容易过敏的，绝对不能乱用东西的。您放心，我们的产品都是国外进口过来的，绝对不会过敏的。不，现在电视里面天天说啊，这假货太多了，我是不敢用。你给我用面膜行不行？好，都听您的。哎，什么面膜啊？抗过敏吗？是的，都是抗过敏的，也是进口的。让我看一下。算了，我还是下次自己带来吧。啊，你手法好，再替我按按吧。好。那我给您放松放松。还是手法好，赞。来，王太太还给您准备了甜品，您尝尝。哦呦，我今天做了一天生意，肚子倒是饿了，想得真周到啊！哎呦，汤圆啊，那不行的，我不能吃的，这个东西要发胖的，到时候又要去减肥，花时间、精力、金钱，不吃。您放心，这个汤圆不会长胖，不但不会长胖，还是美容养颜的，是鲜花的馅儿，您尝尝。真的啊？哦。还真有股鲜花的味道啊！哟，样子也好看，晶莹剔透的。哎呦，味道不对。我不是说这个汤圆，说这个房子，是不是新装修的？我感觉头晕的嘞，眼睛也睁不开了。哎呀，实在是抱歉，确实是刚装修的。您看您第一次来，我们有很多照顾不周的地方，还请您见谅。这样吧，今天我给您免费，我希望您下次还能过来。哎呦，免费呀，这个不需要的啊！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又不是菜市场的大妈了，对不啦？又不是来贪你们小便宜的喽。这传出去不大好听的啊！我今天是刻意来捧场的。我当然知道，以您的身份肯定不会在意这点钱，但是呢，这是我们店里的一点心意，能给您服务那是我们的荣幸。我希望下次您还能带更多的朋友一起过来。没有问题啊，你今天啊真心介绍，姐姐呢是不会让你失望的啊。来，先办一个5万的卡吧。谢谢王太太。哎呀，汤圆啊，不要浪费了。这汤圆味道怎么样？老好吃的好吧？Lucy， 再拿2袋汤圆过来。王太太。给您拿2包汤圆带回去吃。哎呦，我倒是从来没吃过这种口味的，那谢谢你们了啊！喜欢就好。王太太，您的卡。哎呀，好吧。那这样，我走了。好，您的汤圆。好。哎，我的车你让他们开出来呀？都停在外面了，您放心。下次见了啊，王太太。慢点儿，我的鼻子很贵的了，是美国货。Lucy 不能没有规矩啊！给我倒杯水过来。好。你为什么想来我们公司？听说可以经常见到明星。你都见过谁呀？不是说收入很高的吗？我看去年不是新闻看到的。我吧，也不愿意跟人交流，听说做编剧挺适合社恐的，我就来看看。我感觉做编剧能挣很多钱，因为我的父亲也是一名著名的编剧。我希望让我的 idol 演我写的剧，因为我学的是这个，比较喜欢这个行业。我想了解到更多的民族风情。我陪着朋友一起过来看一看，离我家还挺近的。因为我的上一份工作就是编剧，因为我家里亲戚是开影视公司的，所以想来这里学习锻炼一下。我看了你的朋友圈，听说你到了盘古，在做新项目吗？挺关注我的，只是刚到大纲阶段。程璐姐，你看我行吗？
你要是想来，当然好。只是孙总那边，哎呀，自从华梦奖之后，我就再也没跟他联系过了。我也不图别的，我就是想名正言顺的跟你合作一次，写点自己喜欢的东西。真的吗？嗯。这是我的大纲，你先看看有没有兴趣吧。谢谢程璐姐。陈总，你今天状态真不错，还可以。哎，不好意思啊，小姐，我们这个场地今天被包了，不接受私人顾客。我知道，陈总约的我。哦，这样，那我带您过去吧。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好，谢谢你。那您这边请。好球，打得不错。运气好而已。如果没记错的话，今天下午好像是我一个人订的场地啊。什么都瞒不住陈总的眼睛啊。你是哪个媒体的？如果你要采访，可以先约一下我的秘书吗？我叫田磊，是正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贵公司的法律事务不由我负责，但是我一直在关注迅捷汽车的诉讼案。你们事务所不是已经有预案了吗？田律师为什么还要再跑一趟呢？事实上，我是万家的代理律师。那你应该知道我们迅捷和万家的关系。这个我当然清楚，所以我没有参与到这个诉讼案当中来。不过我个人的意见，并不支持 Kevin 提出的庭外和解。那么说，你们事务所是在内讧了？我只是不相信，我不相信您会心甘情愿地同意庭外和解。威尔玛在胜诉的侵权案当中，不但要承受巨额的罚款，还要被赶出美国市场，这样代价太大了。如果我有把握打赢这场诉讼案呢？你们事务所的徐律师也说过这样的话，可现在就是一个笑话。那陈总不会准备就这样放弃抵抗了吧？如果对方同意，我们以支付专利费的形式继续销售，我们就不用退出美国市场。一旦迅捷示弱，接下来将要面对的是一波又一波的压榨。最终来看，迅捷还是会失去北美市场。从长远来说，庭外和解和败诉没有本质区别。你觉得我们胜算大吗？我觉得赢面很大。迅捷和其他的侵权案不一样，我有充分的证据可以打赢这场诉讼案。田律师，我欣赏你的自信，可商场如战场，有些仗输不起啊。就像您的杆儿，您一支杆儿，抵上我一套。但是论输赢，不在于杆儿的好坏，在于挥杆者的球艺。如果您介意我是万家的代理律师，我可以作为不署名的顾问来参与诉讼案。你赢了，可是又不抛头露面，你的意义是什么呢？陈总，每一个案子对于我来说都是全新的挑战。我要赢的是我自己，所以我从来没有输过。我们打一局。您是同意了？这次我希望你赢。谢谢。您先来。
我总算知道你说的八字没有一撇是什么意思了，连椅子都要自己装啊！是这么安的呀？怎么那么晃呢？这工程部的师傅也快吃完饭了，要不咱俩等他回来吧？靠人不如靠自己，学会安装椅子也多项技能，以后手握风浪也能手持道具。咱这都补到了1个小时了，就不能场外求助一下吗？可以啊，哎，你搜下百度百科，这个怎么能最快的安装上电脑椅？我搜搜看，如何最快安装电脑椅？有啦，念，找个男朋友。现在度娘怎么厌往人伤口上撒盐啊？哎呀呀呀！婷婷，你的快递哦，谢谢。你也常逛唯品会？对啊，还是陆姐教我的呢，特别方便。那我先走啦。嗯。买什么了？我给我闺蜜买了一个项链，她马上过生日了，正好是她喜欢的品牌。我来吧，看你们忙了半天。这个时候，你们就需要一个专业人士。没关系，我们自己来就好了。别呀，姐，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这也算是一种专业的态度。这位是？你自我介绍一下吧。董婷婷，单身，你呢？哦，叫我小哈就行。以后这种事就交给我吧。好的。咱们公司禁止办公室恋爱吗？禁止谈安装椅子以外的话题。谢了。谢谢你帮我们装椅子啊！改天请你吃饭、喝酒、纯聊天。等我一下啊，马上就好。我这有点看不明白了，这什么意思啊？全公司上下都知道迅捷的应诉方案是我出的，我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凯文，你先别激动，田律师也是想帮忙。如果不是密西西比州那个噩耗，我和陈总那边早就沟通好了。你这个方案算怎么回事啊？你完全是在跟我唱反调。我们律所的口碑是兢兢业业、稳扎稳打换来的，不能成为某一个人的表演舞台。你的方案就是庭外和解，可这并不能保障客户的利益。合同我也看过了，赔偿的金额真不少呢。和解当然要赔钱，但上庭一旦输了呢？赔款是和解的多少倍？我告诉你，你这是想出风头想疯了。我不想出风头，我只是尽我的能力保护客户的利益最大化。这次的维权官司并不是赔钱那么简单，一旦示弱，迅捷在北美的市场就站不住脚了。好，那咱们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应诉，也应该交给专业团队，而不是你和你刚毕业的实习生助理。够了，你激动什么？虽然是公司的项目，不同团队在做，但是真正的团队精神，不是小团体，而是互帮互助。迅捷这个案子，从客户的利益来看，的确应该应诉，这一点我代表律所支持田磊。我没听错吧，冯总？就他这3人，这是我的决定，你还有什么意见？你先出去吧，我有事儿要跟田磊单独聊聊。是谁让你自作主张去找陈总的？我就是觉得这个案子有赢面。说实话。我不甘心。你这种人我见多了。我本来是准备开掉你的，但是我刚接到陈总的电话，他问我
是不是可以试着上诉？是我们一个姓田的女律师说服了他。老板，请你放心，这个官司我一定能够打赢。如果输了，我走人。那陈总的案子就交给你来负责了。凯文那边我会尽量让他配合。谢谢老板。田雷，机会我给你了，能不能把握得住，就看你自己了。老板，我知道，请你放心。总之，有什么后果，不要连累律所。听明白了吗？我明白。